福建舰在季泊西装阶段将进行各种调试安装电磁弹射器等舰载设备，相控阵雷达安装也是重要的环节。除了电磁弹射器竞载试验没有完成之外，福建舰舰岛又搭满了脚手架，这或许意味着舰岛上的各种雷达电子系统仍需要一段时间调试，显然福建舰近期海试可能无望了。福建号搭载的电磁弹射系统已经在陆地模拟训练中心进行过大量的试验，目前已经非常成熟可靠，但在陆地试验无论怎么模拟，与在航母上直接弹射也会有不可忽略的区别。弹射小车实验就是把在陆地弹射试验中心无法模拟到的环节进一步进行测试，让福建号的弹射系统更加可靠。小车头部有一个倾斜向上的结构，类似于飞机的减速板，其目的就是增加阻力，让小车快速向水面坠落。电磁弹射器测试的关键并不是小车能飞多远，而是其释放的时候速度有多高，比如战斗机重载起飞时能达到240千米每小时即可。飞行距离有多少？按照商业卫星照片的尺寸推测，福建舰的长度大约是315米，而这次小车的入水点距离甲板前端差不多是航母长度的一半，也就是150米。福建号的甲板高度与福特号接近，距离水面大约是20米。那么根据抛物线的物理定律来推测，小车离开甲板的速度大约在每秒75米左右，这已经超过了歼15在辽宁号和山东号上的起飞速度。在放飞舰载机的时候，一般需要转向迎风全速航行，也就是说要把海面上的风速、航母本身的航行速度、弹射器赋予的速度和飞机本身所产生的速度，这4个速度加在一起，成为舰载机相对于空气的速度。这个数字要尽量大，舰载机的起飞才能够尽量顺利，所携带的载荷以及燃油才能尽量多。在这当中，有2个速度是要由航母的主机来提供动力，一个是航母的航行速度，另外一个就是弹射器的加速度。另外，福建号上有3条弹射器，战时期间都要派上用场，就算是轮流使用，间隔也非常短，所消耗的电力都要由主机来提供。福建舰弹射更清晰照片，配重小车是由车载起重机运上去的，肯定不止1台，但是反复使用，因为这玩意儿要调整不同的配重，反复试验几百次，以检验是否达到设计时的使用效率，可靠性有没有问题。照片里弹射观察室处于工作状态，拦阻网也打开了，完全是以起飞舰载机的实际状态进行测试。目前看，电磁弹射进行的相当顺利，不然不可能流出这么多照片，明显就是要向外界展示中国新型航母的硬实力。我们不仅要追平美国，而且还要实现反超。美国航母主宰世界海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福建舰出海试航还得等几个月。目前进行的小红车弹射试验怎么也得谈几个月时间。要知道，同属福字辈的福特号在2015年进行的小红车弹射试验历时接近1年时间。即便福建电磁弹射器的陆上试验比福特号完备，真正在航母上试验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福建舰的出海试航很可能要到明年夏天以后了，然后海试时间也差不多要1年左右，或者1年多。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能会在2025年下半年看到福建舰正式入列解放军海军服役。在经过1年多或者2年左右的全训考核，福建舰很可能在2027年形成完全的战斗力，可以进行远洋的实战部署。这时候004航母也该露面了。在中国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吴谦大校，福建舰已经开始对电磁弹射系统进行竞载发射测试，为近期将要进行的海试做准备，对此有没有好消息宣布？吴谦大校表示，我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目前正在开展季泊试验，后续将按计划稳步推进建设项目，这是中国军方所能透露的有关讯息。其实记者有意想让吴谦大校透露一些有关福建舰海试的消息，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滴水不漏，丝毫没有提到海试字眼，仅是表示福建舰目前还处在季泊试验阶段，后续的建设项目肯定包括海试，正在稳步推进。
可以说，对于福建舰何时进行海试，我国官方并没有明确的回复。在今年初，央视曾对福建舰舰员进行了专访，当时副舰长就表示，福建舰今年的主要工作是试验试航，所以大家对福建舰在年内海试就充满了期待。然而2023年已经接近尾声，福建舰刚开始进行电磁弹射试验，显然相关的技泊试验工作并没有完成。至于何时海试，那要看弹射小车试验要持续多久，对此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在2015年6月，福特号开始进行弹射小车试验，以验证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然而这项试验一直持续到2017年，直到福特号首次海试才结束。在近2年的弹射试验期间，福特号在海湾内共计完成了数千次的弹射小车试验，可见该试验是一项工作量极大的工作，并非是仅通过几次弹射成功就算大功告成。那么我们的福建舰是否会同样花费2年的时间进行弹射小车试验呢？答案是肯定不会。福特号航母的竞载试验之所以会耗费如此长的时间，与美国的电磁弹射技术不成熟有直接的关系。在弹射小车试验期间，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系统就暴露出很多致命的问题，美国船厂不得不边试验边解决问题。然而在解决掉一个问题之后，新的问题还会再次出现，这致使福特号航母直到2017年才出海试航，而此时距离其下水已经过去了近4年。根据美国官方发布的数据，福特号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的主要问题是平均故障周期严重低于设计指标，平均弹射272次就会出现故障。由于4条弹射器共用一个飞轮储能设备，而每次排除故障都需要将储能设备关闭，这意味着只要一条弹射器出现故障，福特号弹射系统就会全部瘫痪，这是福特号弹射小车试验耗时太长的主要原因。与美国的电磁弹射系统相比，中国的福建号航空母舰显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多条电磁弹射器共用一套储能和转换系统这个领域内，相比于美国海军采用的中压交流电设计，福建号航空母舰已经变成了中压直流电设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大降低和减小转换装置所占用的空间和利用率，同时保证在长时间的使用里，电磁弹射系统能够有比较高的可靠性，确保完成正常的战备状态。而这种电磁弹射系统方面所采用的不同思路，有可能导致中国航空母舰虽然是常规动力，但是在弹射战机这方面有可能实现对美国超级航空母舰的弯道超车。而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现在所面临的电磁弹射的问题，也就是美国媒体指出的自己所谓的错误。此次福建号搭载的电磁弹射系统弹射小车试验成功，意味着中国电磁弹射技术达到了世界最先进水平。目前为福建号航母战斗群配套的其他装备都已经准备就绪，包括歼35、空警600舰载机、护航的055、052D 驱逐舰、远洋综合补给舰以及先进的核潜艇等都已经准备好了。等福建号完成1年左右的海试列装后，以福建号领衔的中国海军航母战斗群会马上完成组建，最多1-2年后，我们就能看到福建号航母战斗群航行在太平洋的壮观场面。